金水呢是一个相对比较懒的人，相信你们从我的视频更新频率呢就能看得出来。每当出门的时候呢，我就是尽可能的要少带东西。钥匙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让我崩溃的东西。放到兜里呢怕硌着，那别的裤腰带上呢又怕别人笑话，装到包里呢不好找不说啊，又容易划到手机。尤其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还经常容易忘带。后来呢，小米出了智能指纹锁，那我第一时间呢就买了2个。本来以为装了指纹锁就万事大吉了，那谁想到家里老人这个指纹磨损比较严重，那小孩子的指纹呢又非常浅，那解锁呢都非常不顺畅。那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家老太太经常到门口要试个5、6次才能进得去。那我家小朋友就更过分了，从录入指纹那天起，基本上之后就没怎么用过啊，每天都是要按密码才能进门。而且呢，我家老太太听力不是很好，那我就买了可视化的智能门铃。可视化这个事儿是挺好的，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门口有人路过啊，快递有没有来。可是这东西一次要装6节电池，而且2周就没电了。前2天呢，跟一个做智能家居的朋友聊天啊，那我就跟他吐槽我家的这个智能门锁和这个智能门铃的问题。他告诉我，最近 vivo 生态出了一款带人脸解锁的智能门锁，应该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相信老观众都应该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小米的铁粉，之前指纹锁和智能门铃都是小米家的。即便要是换的话，对我来说呢，优先肯定还是选小米的。当我对比了小米家最新的型号跟 vivo 生态的这款的功能和价格之后呢，我决定先体验一下这款小品智能门锁 X Max。好，咱们先开箱。小品这款门锁的外包装呢还算是规整，打开包装第一眼看到的是安装锁的定位图，反正有人上门安装啊，直接忽略。后面呢有一张缓冲泡棉，打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智能锁的本体了。那这个呢是前面板，那这个呢是后面板。那整体的做工呢还算是不错。而我家的这个锁呢是不带天地钩的，所以说我选择的是不带天地钩的 C 级的锁芯。除了说明书和智能锁的配件之外呢，还送了2把实体的钥匙和2个 NFC 的门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呢是锂电，是4200毫安时的，可以开锁3000次左右。据说充满一次电呢需要3个钟头，可以用8个月。终于不用再买5号电池了。好，最后呢给大家看一张全家福。安装师傅在收到锁的第2天呢，就上门来安装了，而且安装的过程呢非常的迅速，那不到半个小时就搞定了，我都还没来得及拿相机啊。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装好的样子，是不是还是挺好看的呢？那这款智能门锁呢，从外面进门的话呢，有6种解锁方式，支持30位的虚位密码解锁、NFC 设备解锁，你可以使用自带的 NFC 卡，或者使用可以自定义添加 NFC 的手机、手表或者是手环，指纹解锁、人脸解锁，还可以用备用钥匙开锁。在紧急状态下或者是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备用钥匙开锁。当然，你还可以摁门铃。这款门锁自带的可视化门铃跟电子猫眼，如果有快递摁门铃，或者是有亲戚朋友来，这时候呢你正好在忙，或者是赖在床上懒得下来，那你就可以用手机微信绑定小程序，直接远程解锁。这个还真是懒人的福音呢。而且你还可以在品多智能小程序上看到门锁的状态啊，可以设置临时动态密码啊，远程开门、查看猫眼记录、门锁管理等等，功能呢还是非常完备的。而且呢，你不用安装额外的硬件或者是软件，那这点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从里往外的解锁方式呢有3种，那你可以用机械旋钮解锁，你也可以按这里的解锁键一键开门。安装师傅告诉我啊，为了避免小偷利用猫眼来开门，那建议呢开启防盗和防儿童误触的模式。这个呢也是 X5 Max 的一个专利。开启防盗模式之后呢，必须要把手握住把手，要让手接触到把手后面的感应区之后，摁解锁键才能正常的解锁，否则呢是没有效果的。X5 Max 自带门铃和猫眼功能啊，115度的广角镜头，我家的走廊呢基本上可以完全覆盖了。而且呢，不用链接其他的智能可视化设备，就可以直接看到谁在门口摁门铃。只是这个清晰度呢，
就只能说是将将够用。锁门呢，不管是里外都很简单，只要在底部摁一下就一键上锁。X5 Max 呢属于全自动门锁，那比起我家之前的那个小米半自动门锁呢，其实是方便不少的。那你不用再做一个这个开的动作。但是呢，这种门锁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像普通的这种外形的自动门锁呢，在锁门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姿势不对，是非常容易夹到手的。其实因为最早像这种门锁呢，它是从韩国那边流行来的，而韩国的门锁的中心距离到门边的距离呢是75毫米左右，而中国门锁的安装国标呢是60毫米左右，所以呢，国内的安装距离呢是不够的，而且呢是要短不少，所以呢是比较容易夹到手的。但是 X5 Max 有一个全行业第一家的防夹手的专利技术，就是这个挡板。虽然呢它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但是安装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防止夹手的这个问题。在安全性能上呢，这个 X5 Max 也是非常过硬的，支持仿撬报警、密码指纹试错报警、电量低也报警。面部解锁呢，使用的是支付宝人脸支付的供应商奥比中光的 3D 人脸识别方案，这是支付级的人脸识别，加密技术和安全性呢还是非常高的。硬件呢配备了2颗红外线的摄像头，1颗红外线的补光灯，即便是晚上呢也可以正确的识别。另外呢，我还从做智能家居的朋友那儿借来了传说中的开锁神器特斯拉线圈小黑盒。我对我家的小米门锁和 X5 Max 都进行了测试，均无法打开。这说明这2款门锁呢，在安全性上都是非常足够的。我买了这款锁之后，在家使用的这几天呢，指纹的识别率呢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最起码我儿子回来的时候呢，是非常容易就进来了。现在呢，基本上我家人就没有人用指纹了，都是用人脸解锁。那孩子和老人都很开心，比小米之前那款呢体验要好了不少。其实现在国内的治安环境都非常好，而且呢，从2019年国家对智能门锁的这个专项整治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门锁呢都首先要符合国家的标准才能上架。那更不要说什么小米、华为、苹果这几家呢严苛的生态筛选了。能进入这几家智能家居生态的产品呢，我觉得最起码的安全性呢是一定过关的。不吹不黑 ，X5 Max 呢，同时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呢，电子猫眼的清晰度呢是不太够的。尤其在全黑的环境下呢，它的显像就稍微差一些。那猫眼的显示屏的这个素质呢，也不是很好。如果你想录制视频呢，你就必须得插一张 TF 的卡。那最大呢，它支持8个 G。如果没有这张卡呢，它就只能截屏或者是拍照。其实金水在购买之前呢，也是做过功课的。小米他家呢，也在业内也是首先使用全贴合屏的。但是我买的这款呢，它竟然不是。那我就跟他们客服沟通。那他们说呢，这款由于是新品，什么产能不足等等原因暂时不是。那以后生产呢，就会是全贴合的屏幕了。那另外呢，就要说一说它的操作，在设置或者添加指纹上呢，其实是相对比较繁琐的。由于没有 vivo 的这个生态的手机，那我只能在门锁上按键操作，选择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的选择呢，就非常像单位的那个门禁系统呢，你要不停的摁才行。添加用户2，删除用户3，门锁设置4，添加管理员1，功能设置2，音量调节3，语言设置4，时间设置。不像小米，就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几乎所有的设置了。所以说，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在录入指纹或者是人脸的时候呢，最好录入完了之后，马上去小程序里改名，因为 X5 Max 录入同一个人的指纹和密码，包括人脸的时候呢，将会被分为3个或者多个用户。而且呢，你不能在门锁的设置上直接修改名字。那如果你不及时修改名称，在你录入了很多人之后呢，你就很难分辨到底谁是谁了。在后期的管理上呢，相对就会比较麻烦了。那好了，那这些就是我1个多星期以来用 vivo 生态智能门锁小品 X5 Max 的全部体验了。希望可以在你选购智能门锁的时候呢，给你一些的帮助。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打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影片的推送。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